大家好。针对川美事件，四川630新闻呢做了一个解释，同时呢，肖战获得2020最性感男人第1名，评选第1的殊荣。当然呢，最后几个小时的时候，因10月5号庆祝肖战的生日所失去的15000票呢，最后是追回来了，然后获得了第1，算是给肖战一个迟到的生日礼物。然后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有关这个四川新闻针对这方面的一些解释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还让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成了热门的话题。根据网络上的描述呢，热情的明星粉丝们聚集在美术馆前，影响到了学校和周边商户的正常秩序。那追星能追成这样，也确实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但这会不会又是一次拙劣的炒作呢？根据网络上众多网友的描述，昨晚是这位热门艺人的生日，他的粉丝自发聚集到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前，他们不仅大喊大叫，还有不少的人在墙上乱涂乱画。川美美术馆位于大学城西街，在这里，记者发现美术馆所在的地方其实就是一条商业街。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，昨晚美术馆闭馆之后，确实有不少的人聚集在门前的商业街上，但他们的到来并没有对美术馆的正常工作造成什么影响。有很多人，说他们也有发的视频了，应该是那边都站满了的。周边的商户也证实，人群确实进行了叫喊，但对商户们也没有影响。我没影响的。这条商业街就在四川美术学院的东门外，离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区域较远。对于昨天晚上出现的大量粉丝，有学生表示他们并没有听到。把你们影响到了，这吼得很大声的，你们听得到不？那边听不到哈。记者呢在美术馆周边没有看到乱涂乱画的痕迹。美术馆的工作人员称，美术馆周边是不允许乱涂乱画的。昨儿不存在乱涂画那些现象噻，那个周没涂鸦墙的哈。那么网上那些写有艺人的名字的涂鸦画到底出自哪里呢？经过一番对比，我们的记者发现，那些涂鸦画啊，其实是出自四川美术学院黄觉平校区，就在校门外的涂鸦墙上，而这里其实是允许涂鸦的。那边那全部都是正门，他们还登着位置到让可涂那个可涂，哦，不能可涂。经过现场走访呢，记者发现网络上的描述与事实有些出入。那630呢也想提醒一下喜欢追星的观众朋友，追星的行为可以理解，但也要保持理性，文明追星。先是跟他吃的，反正2种，一种是小面，一种是焖炸，都加蛋的。面馆老板王女士介绍说，肖战是最近几年随着电视剧红起来的一位重庆籍演员。今年1月份，他来到这里吃过面，当时呢也没有在意。谁曾想，没过多久，面馆就突然之间火起来，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。我们这个还是肖战带动的。培训期间人特别多，有些外地都赶紧来了。这个是昨天了，昨天排队，可能有些排了2个小时哇，大概都有。昨儿卖了好多面？昨天吧，也没卖好多，卖了300多斤面。300多斤面。如果算成碗数了，到底好多碗？1000多万嘛，可能。1000多万。现在就是特别多的时候来了，你出去看得到，你到哪敢来了？老板娘王女士说，以前每天早上5点多钟开始营业，下午2点钟左右下班，平均每天要卖150斤面条，差不多呢有500碗面。而最近几个月啊，每天要卖到200多斤，大约是600-700碗。食客增多，每天的工作强度也就大大的增加了。王女士以前主要是负责招呼客人和收钱，现在啊基本上是专职打调料了。忙不过来，就是我跟我老公负责打佐料，制作料都是我老公，而且都是我们2个打好打。他手都捣乱了哟。差不多吧。那几点肯定要特别累一点了呀。那没办法的了啊，你要人家弄的也感觉我们昨天特别延迟1个多小时。王女士表示，自己家的面馆虽然因为影视明星意外走红，但是味道却不能因为客流量的增加而降低水平。重庆小面的声誉畅响全国，一定要让远道而来的客人高兴而来，满意而归，尝尝地地道道的重庆小面。